這就是一個小功率平台，靠協議兼容把場面撐住，靠主動降額把溫度壓住。40瓦更像是它的標稱上限 ，AVS 3.2 更像宣傳標籤。想不翻車不燙手，別把它當40瓦的硬漢，按30瓦級的日用充電頭去看，它的真實成色才對得上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我們已經把這顆糖廠科技的40瓦氮化鎵摸得差不多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測試片裡測到的那些數據和表現，這些都不是協議的問題，也不是策略的問題，更像是電路平台本身給出的邊界條件。所以這一期我們把它從外殼裡面請出來，看看它的主電源架構怎麼選的，功率器件用了保守還是激進，熱設計到底給了多少餘量。到最後我們用這些硬件證據去解釋測試片裡看到的每一個現象，側為了解，才為真相，不靠感覺，只看電路說話。還是要提醒一句，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的風險，請大家不要模仿。我看到這個充電器殼體的縫隙的話，還是很明顯的。我們直接從縫隙下手，用這個撬棒直接把它撬開。試了一下啊，撬不開，我們用切割機直接把它切了。殼體已經切得差不多了，咱們把充電器把它掰開，好像被什麼東西卡住了啊。原來它這個交流電通過這樣焊接在主板上面的2個卡簧，卡在這個折疊插腳上面，然後這裡還設置了一張白色的塑料片，把交流電進線這個地方把它隔住，但是還是避免不了打火啊，把這個塑料片燒黑了。這裡還可以看到啊，這裡有冒了火星的，油都燒黑了。這個觸點是鐵質的啊。整個充電器有2片主板呈 L 型堆疊，整個體積做的確實非常的緊湊。初次級之間有一张麥蠟片做隔離，這個小模塊內部的白膠我已經把它清出來了啊。還是老規矩，先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模塊，然後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況。這顆糖廠科技40瓦氮化鎵電路思路其實很清晰，一套單極反極平台，通過隔離變壓器把能量送到輸出端，最後由協議與輸出開關統一調度。從前面我們測試的表現來看，它的工程取向並不是極限猛衝，而是兼容性覆蓋、溫控可控、長時間穩定。功率平台會更保守，熱起來會主動的降電壓，換來的就是持續輸出，不容易斷檔，效率的話也比較扎實。至於它為什麼敢標40瓦，卻又偏向30瓦的舒適區？為什麼安卓的曲線整體順，但蘋果那邊分段會碎？這些答案都藏在它的功率平台設計、反饋策略和熱路徑裡面。我們接下來2個章節用電路證據一條條把它講明白。首先是 EMI 與主電源電路，深圳藍寶安科電子貼片保險絲2安250伏，用於過流與短路保護。藍寶安科2010年成立，專注保險絲溫空氣及電子產品開發銷售。小纖化繞線式共膜電感1顆，但 EMI 部分沒有配置 NTC， 也沒有配置 MOV。把交流整成直流的整流橋，採用的是台灣智威科技的貼片整流橋，規格5安1000伏。智威科技1994年成立，主以整流2极管、橋堆等分立器件。整流後2顆益陽萬金源電子出品的 WH 系列27威法400伏高壓電機電容，負責母線濾波和能量緩衝，旁邊再配1顆工字插膜電感濾波。益陽萬金源電子2005年成立，專注於鋁電解電容制造及銷售。電源主控芯片採用安徽東科半導體出名的和風氮化鎵芯片，型號 DK8036， 走的是 QR 準谐振反擊架構，官方建議功率36瓦，但整機調到40瓦，結果就是能跑但熱起来會主動降壓的烤雞表現。隔離採用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的 Y 電容，規格為1000匹法，負責給共膜噪聲一個受控回路。特瑞祥2014年成立，專注各種被動元器件。反饋調節用的是深圳奧倫德實業出品的 OR3H7 小型化貼片光偶。奧倫德元器件2008年成立，專注紅外、光敏、光電傳感器件研發生產。
初級用料不花哨，甚至輸入防護偏精簡，再疊加36瓦的平台來扛40瓦，所以天然就會更依賴保護策略，這就是它烤雞測試裡降功率的根本原因。同步整流與輸出電路，先看同步整流，這裡也是用的安徽東科半導體出品的整流芯片，型號為 DK3074A， 核心作用就是用 MOS 替代效率機整流，轉換效率自然更好看。配合使用的同步整流 MOS 是江蘇新唐微電子出品的開關管，型號為 XTMT10N180L。新唐微2020年成立，專注於功率器件技術研究。輸出濾波用的是兆慶綠寶石電子出品的 BC 系列560微法25伏固態電容，固態電容 ESR 文波承受強。綠寶石2004年成立，主營鋁電解固態電容等。協議芯片採用的是珠海智榮科技出品的 SW2303P， 整機設定最高 PD 40瓦功率，協議到40瓦不代表體驗能到40瓦。測試片裡它的功率保守，還是36瓦平台抬到40瓦的問題。工程師只能把功率邊界收緊。智榮科技2014年成立，主營各種電源管理芯片。輸出 VBus 開關控制用的是深圳微兆半導體出品的經典 VS3618B1。微兆半導體2012年成立，專注 MOSFET、IGBT 等功率器件。電流採樣用的是 R2003 貼片採樣電阻，充電口還有 EST 防靜電二極管，用於協議芯片的保護。它的協議確實全，效率也不低。但36瓦的電源架構明顯就是短板啊，所以30瓦才是它的最佳工作區。兄弟們，這顆糖廠40瓦的氮化鎵，本質上是一顆30瓦級別的充電器，被硬生生拉到40瓦來賣。前面測試篇我們已經說過，它確實能跑到40瓦，但是烤雞很快就會開始降電壓，這不是偶然現象，是它的工程邊界在提醒你，這套平台的長期舒適區並不在40瓦。而拆開以後，這個結論就更加明確了啊！主電源採用的是36瓦架構為核心的電源路線，輸入端的防護取向也更精簡。次級電路的配置確實把兼容性和效率都做實了，但架構並沒有給到持續40瓦從容輸出的級別，所以它只能靠保守的功率管理去控溫。我這裡要批評一句，把一個更接近30瓦長期能力的電源平台貼上40瓦的標籤去賣，本質就是虛標。另外，他宣傳的 AVS 3.2 來做宣傳，我也得潑一盆冷水。這種協議在現實生態裡還沒有真正的落地場景，它更多就是包裝上的一個噱頭，看起來很新，聽起來很猛，但是日常用不到啊。總的來說，這就是一個小功率平台，靠協議兼容把場面撐住，靠主動降額把溫度壓住。40瓦更像是它的標稱上限 ，AVS 3.2。更像宣傳標籤，想不翻車不燙手，別把它當40瓦的硬漢，按30瓦級的日用充電頭去看，它的真實成色才對得上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測猜客觀輸出。我是你我測猜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